这3个加起来快300岁的老太太，竟然在路边摆起了地摊儿，而他们仨的人气在当地可以说是相当的高，因为这些老人都知道他们的商品既经济又实惠，比超市里卖的都便宜，没一会儿就全给卖光了。那大家肯定好奇，他们的进货渠道是怎么找的，能把价钱压得这么低？其实啊，他们的商品都是偷的，压根就没有成本。咋回事呢？咱还得从头说起。这3个老太太有个梦想，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夏威夷。那出去玩得要钱呢，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，就是去超市偷东西，然后再拿出来卖，这样卖多少钱都是纯收入。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他们仨每次是怎么配合的。先是大奶奶以找不到商品为由引开其中一名店员，接着是二奶奶用铲子挪开头顶监控器的监控范围，随后二奶奶耍横找上店员吵了一架。趁此机会，另外2个姐妹放开手脚，可劲儿的往包里装啊。等收银员醒来发现摄像头被动了手脚，他也提高了警惕。大奶奶过来结账的时候只买了1样东西，却提了那么大的包，肯定有问题。但检查后却发现啥也没有啊。收银员连忙跟奶奶道歉。这时二奶奶也跟店员吵到了门口，她假装生气把商品扔到外面，报警系统瞬间响了起来。这时三奶奶趁乱带着满满一包商品离开。好家伙，这套操作行云流水，然后就是找个地方把进来的货给卖了。而这套操作他们干了整整8年。今天就是今天，他们的旅游经费攒够了，换上衣服他们来到旅行社，拿出一大麻袋纸钱跟硬币，说我们现在就要出发。谁知客服小哥冷冷的说道，那啥，我们这只能刷卡。这都小问题。3个人兴奋的来到银行存款，眼看钱就要存入账户的时候，突然冲进了2个劫匪，其中一个负责搜刮钱财，另一个负责劫持人质。因为手里有枪，没有人敢轻举妄动。这时劫匪看到奶奶手里的钱，上去一把就抢了过来，这可是他们的命啊。3个人合力跟劫匪打了起来，过程中三奶奶对着蝴蝶手腕吭哧就是一口，随后被另一个劫匪哭哧一脚丫子给踹晕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大奶奶跑来问前台，刚才我们的钱存进去了吗？前台说已经存好了。奶奶们大声尖叫，惊喜万分，但旁边的经理却一把抢过收据，说这上面没盖章，存进去的钱不能生效。奶奶们顿时就疯狂了，把经理好顿揍让他还钱，结果却是被保安给挨个抬出了银行。他们找到律师，而他却说这种情况没办法立案，完事还收了他们好几万的咨询费，没办法，只能自己想办法抓到劫匪，抢回他们的钱。这3个老太太只要在街上看到年轻的小伙，就会主动上前扒开他的袖子看有没有纹身，因为他们攒了8年的钱被一个手腕带有蝴蝶纹身的劫匪给抢走了。可蹲了好几天还是没有一丁点收获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们仨在超市看到了那个纹身，然后就悄摸的跟他回家，稍微使了点计谋就把劫匪给抓了。根据手臂上的纹身，这人就是那天的劫匪之一。二奶奶说你们赶快把钱给我交出来，可劫匪却说没了，全没了，你们的钱全都被那个劫匪给卷走了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那给二奶奶跟三奶奶气的呀，那我们的钱就这么没了。这时大奶奶说出一个更疯狂的计划，咱们抢银行吧。那不行，那太刺激了。大奶奶说出难言之隐，原来她前几天去医院检查，自己的肺癌已经扩散全身，可能活不了几个月了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去趟夏威夷。姐妹听完后决定帮她实现这个愿望。随后大奶奶以死相逼，让劫匪教他们抢劫的技巧。就这样抢劫训练开始了，而第一步就是练习枪法，但他们连射击游戏都没玩过，别说瞄准了，那拿手枪的手都直嘚瑟。来吧，第2步体能训练，这对他们来说就更费劲了，才练了一会儿臂力，二奶奶就大骂13。很快到了他们实习的日子，首先登场的是老2跟老3，他们尽量保持着淡定。此时大奶奶走到饮水机旁，假装犯病晕倒，吸引大家的注意。另外2个人则跑到柜台，并递给前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把钱还给我们。再看三奶奶瑟瑟发抖的亮出手枪，却没成想被围巾挡住。前台一看没有按下报警器，而是转身给他们拿了一包钱。哎呦我，这也太顺利了。他们按照计划撤离，抱着钱激动半天，等打开一看，顿时就懵了。原来工作人员以为他们是来要养老金的，就给了一堆零钱，这费劲巴拉竟然只抢到了几千块钱。于是他们准备开始第2次计划。这3个加起来快300岁的老太太，为什么每天坚持在公园锻炼身体？那是因为他们要抢银行，劫匪是他们的教练。在经历第1次抢银行实习失败后，教练给他们加强了训练强度，每天早上10点走钢丝练习平衡力，10点对着沙袋练习格斗，12点手拿哑铃在轮胎上锻炼体力跟耐力。到了下午是默契训练，教他们一些交流时的暗号。最后在对银行结构图进行深度研究后，第2次抢银行正式开始了。还是老套路，老大假装路人混进银行，老2老3则戴上面具闯进银行抢劫。保安还以为他们是过来玩的，让他们把玩具枪放下，可下一秒
场面瞬间得到控制，他们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钱。就在要撤离的时候，外面的警车已经把这里团团围住，但银行里有几十名人质，警方不敢贸然行动。这时队长突然发现劫匪是当初报案被抢劫的老太太，他试图谈判，可因为当初他没把他们的事情当回事儿，所以奶奶们根本不信任他。场面瞬间变得僵持，大奶奶不想为难大家，就跟人质解释是银行当时抵赖不给钱，而这些钱是仨奶奶准备在生前去夏威夷来一场豪华游的路费。众人知道原因后纷纷斥责工作人员，大家决定帮助他们。没过一会儿，所有人质便从银行里把仨奶奶围住走了出来，等他们上了一辆救护车，直接油门踩到底就跑了。警方紧随其后，很快就拦下了救护车，但却发现仨奶奶竟然是人质假扮的。而这边仨奶奶骑着一辆电动车从银行里飞了出来，就这样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随后仨奶奶抵达机场，却被先前一步的警察给抓了个正着。大奶奶此时也醒悟了，劝姐妹俩就此为止。最后他们仨被带回了警局。电影的最后，大奶奶因为病情严重，在监狱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剩下的两个奶奶出狱后并没有去夏威夷，而是开了一家餐馆维持生活。夏威夷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，现如今连一起做梦的人都不在了，那个梦也就失去了实现的意义。